2000年的冬天，带了3个月的学徒把我告了，原因竟是我收了一个他家老旧的掉漆的手电筒。我家那可不是普通的手电筒，是强光手电。我妈跟你客气，你还当真了？这手电筒我受不起，你这徒弟我更带不起。从今儿起，你爱找谁找谁，我不伺候了。沈秀兰，出列！经查，车工组沈秀兰于昨日收受学徒周小雨家属礼品，违反员工廉洁行为规范第7条，现决定给予沈秀兰记过处分1次，扣发3个月绩效奖金，罚款人民币500元。即日起取消本年度评优评先资格。周小雨入职3个月，我已经因为他连续加班了3个月。他母亲为了让我能够心甘情愿留下为周小雨擦屁股，非要给我一个用了几10年的手电筒。秀兰，等一下，这个手电筒你拿着，我家用不上了，你陪小雨走夜路回家用。现在下班还早，你是早班，小雨那孩子是晚班，你再加班几个小时帮帮他。不用，周姐，我下班还得赶公交呢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小雨以后还要多麻烦你照顾呢，每天就占用你几个小时，你多教教他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推辞不过，只好先收下，想着第2天再还回去。平日里我没少加班给周小雨指导操作，原本以为帮的是一个可怜的小姑娘，没想到却是一条会咬人的蛇。秀兰，她怎么来了？这是又让我多关照关照她闺女。秀兰啊，小雨这孩子平时做事认真，总是按规矩来，就是学东西有点慢。这也留级1年了，按理说早该毕业了才对。他那是学东西慢吗？我之前只是觉得周小兰天资不足，但是可以勤能补剑。可现在我只觉得她蠢得发坏。厂里有个规矩，新员工入职半年每月考核，末位淘汰，连续2个月垫底，退回学校重新分配实习。周小雨，大专学生，去年已经实习过1次，被厂子退回学校了。今年留级1年，这次厂里的实习再不通过，学校只能让他退学了。看在周母的面子上，我主动指导周小雨操作。我带他的头2个月，他王句都认不全，理论考倒数第3，实操差点把车刀崩了。要不是我拍着桌子跟主任求情，他早就在退回名单上了。主任，小雨是笨了点，但他肯学，您再给他1个月，我保证把他带出来。行，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，我再观察周小雨一段时间吧。这次竟是我看走了眼，你也别嫌弃，那个手电筒虽然是老古董了，但可是强光手电，我也不麻烦你别的，以后你每天多留2个小时教教小雨就行。我为他加班的还不够多吗？我比周小雨早下班2个小时，但每次周小雨都怕自己一个人操作不好，求着我留下。秀兰姐，今天晚班就我一个人，我怕操作不好又出错，你留下陪我行吗？为了给他讲解，我每天加班2个小时，变成6点下班。回我家的那辆公交5点半就没了，每天都是我徒步5公里回家，我的鞋都磨坏了2双。那会儿他怎么不举报他强迫我加班？周姐，
在你眼里，我免费加班教你是天经地义，收你家一个破手电筒就是罪大恶极。这是咱们厂子的员工手册，里面没有说老员工有义务带新员工。现在我不想带你了，这不是因为个人恩怨，是厂子规定，你能听明白吗？秀兰姐，你是厂子里唯一的高级技术骨干，你带我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你是老员工，你拒绝带我这个新人，你信不信我去举报你？劳动规定里写了，不能占用下班时间工作。员工手册里也写了，每位员工上班时间只准做自己的工作。我要是上班时间指导你工作，也违反了员工手册。你教我不就是顺手带一下的事儿吗？你天天干这个，多讲一遍又累不着你。您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实习的机会，你难道就想看着我被厂里开除吗？不，你是自己能力不够，不是我想害你被开除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再指导你。员工手册和劳动规定里已经说过了，我要守纪律，省得又被处分。这个手电筒你拿回去，我销售不起。以后你闺女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再管了。妈，我一个大专生，文化水平在这放着，不用她教，我也能通过考核。从那天起，我说到做到，1分钟都不多留。沈师傅，这道工序您能帮我看看吗？你看，这个倒角要留半毫米，进刀慢一点。每一次有人找我请教，他都在暗处盯着。你明明能救我，你就是故意看我出丑。周小雨，你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得走啊。没过几天，厂里又来了批实习生，赵主任指明让我带一个。沈师傅，这批新人里有个好苗子，你带一带。来，我先给你讲安全规正。当天下午，厂办就来了电话。秀兰，厂办的意思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那个新人先别带了，免得又被人抓把柄。行，我听厂里的，反正我带谁都能挑出刺来，这师傅我当不起。秀兰姐，我也不是找事儿，只是想纠正你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周小雨，你记住，今天你把自己最后一条路亲手堵死了。吓唬谁呢？没你我还活不了。1个月很快的过去了，周小雨第4次考核成绩贴出来了。周小雨理论勉强过了线，实操错了3道工序，排名倒数第5。刘师傅，您下班能不能留一会儿？
我这倒角总切不准，您给我指点指点。不行呀，到点了，我该走了，我还得赶公交呢，你找别人吧。一个个都这么冷漠，凭什么沈秀烟就能加班教我，你们就不行？刘师傅，您昨天就这么走了？我一个新人有问题，您当师傅的怎么能视而不见？小周，你举报沈师傅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规矩你不是背得挺熟吗？昨天那是下班时间，我没义务教你。那能一样吗？刘师傅，你们老工人带新徒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怎么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要去找赵主任。主任，刘师傅身为老员工，对新人不闻不问，毫无奉献精神，这是不是不利于厂子发展？他。周小雨，刘师傅，离开工作岗位超时就算旷工了。您是老员工，怎么明知故犯呢？刘师傅，您离开工作岗位15分钟，超过厂里规定的10分钟上限，我要向厂办反映。在厂技术练好，其他的都是虚的。很快，第5次考核的通知贴出来了，就在下个月。我这次可不能垫底，让沈秀兰笑话。我不能哭，我得自己练出来，让他们看看。第5次考核的日子到了，所有人进考场。3天后，成绩公布。连续2次倒数第一，就要被退回学校。这是他入职5个月来第1次垫底。再有一次，
再有一次我就完了，我就真的完了。倒数第一的滋味让周小雨彻底慌了。周小雨每天最早到车间，最晚离开。不知道今天食堂做什么菜？可就在第6次考核前1周，厂里突然增加了考核零件，一种复杂的异形轴。怎么又增加了新项目，还这么难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绝对通过不了考核的。我不想被开除，不想退学。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专。秀兰姐，那个新零件，您能教教我吗？最终考核前夜，周小雨在车间练到很晚。怎么办啊？明天就要考核了。第2天，最终考核。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他试着补救，却越急越错。第2件出现划痕，第3件出现划痕。不要啊！不要给我不合格，求求你了。成绩出来了，周小雨再次倒数第1。周小雨，根据规定，连续2个月考核不合格，予以退回学校处理。今天起，你不用再来了。一切都结束了吗？这是秀兰姐以前给我的，是她这10几年的工作总结。我后悔了，是我对不起秀兰姐，我不该那么自私。厂里的实习终止，学校那边劝退通知也到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留级1年又1年，现在连学都没得上了。你还有脸哭？你让妈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怎么我能成为机械厂正式员工，你不能呢？可是我本来就不擅长机械组土啊。妈，我错了，是我把路走绝了，是我活该。妈也有错，你从小到大，妈老是让你给我争口气，给你太大压力了。妈不该逼着你非要接妈的班来机械厂，你不擅长这个，应该去做别的。哭了整整1夜，周小雨做出了决定。
妈，我要去找秀兰姐道歉。现在去，人家能理你吗？你把她害成那样，理不如理是她的事儿，道不道歉是我的事儿。我把她害得那么惨，至少得说一声对不起。我不能连这点担当都没有。好，妈陪你去，咱们娘俩欠人家的。是我没把握好机会。秀兰姐，秀兰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忘恩负义，是我恩将仇报，是我把规矩当刀，伤了真心帮我的人。我不求您原谅我，只求您知道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秀兰，是我们娘俩对不住你。小雨走到今天，是我惯的，也是我逼的。我不该拿以前点人情绑架你，更不该纵容他胡来。周姐，小雨，你们起来吧。路是你们自己走的，道歉我收下，但后果你们也得自己担着。我教不了你技术了，但我送你一句话：规矩是保护老实人的，不是用来当刀子捅人的。一个手电筒本来是人情，你非要把它当成告人的把柄，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秀兰姐，我会重新规划自己的路，我未来也一定要像你一样，凭真本事吃饭。3个月后，周母带着周小雨重新走进了安远机械厂的大门。赵主任，我想申请重新进厂，去仓库做管理员。我知道我之前犯了错，被开除了，但我愿意从临时工做起，从零开始。车工是技术岗，库管是后勤岗，工资差一大截。而且你现在是重新录用，只能从临时工做起，没有编制，没有福利。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不适合干车光，但我记性好，适合管账。我愿意从扫地、搬货干起，只要给我机会。行吧，你还好读过点书，给你3个月试用期，干不好自己走人，谁求情都没用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日子越过越顺。秀兰，厂里接到一批急单，精度要求高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，别的班组赶不出来。这批精密零件交给你，我放心，只有你能拿下这个精度。这活儿确实刁，异形轴的打角和螺纹同心度最难把握。给我3天，我亲自上手，再带2个帮手，保证交货。交货那天，客户代表竖起大拇指，厂里开了表彰会，拉了条红色横幅。个人有个人的路，走对了都是好路。他总算开窍了。年底，平庸平仙的名单公示了。哎，快看，优秀员工内栏沈秀兰是沈师傅。沈师傅，您的名字在上头，优秀员工，评上了，真评上了。秀兰，厂里研究决定，恢复你本年度所有评先资格，之前扣的奖金，下个月一次性补发。你这1年受的委屈，厂里都看在眼里，往后车间的技术把关还得靠你顶着。主任放心，我一定守好技术岗，带着大伙把活干扎实。谢谢厂里信任，我一定更加努力。别谢厂里，这都是你自己挣回来的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更大的好消息在春节前夕来了。根据本年度综合评分，沈秀兰调金申请通过。上次那批精度要求到微米的异形轴，全靠你带着人连熬3天才赶出来。客户那边点名要跟咱们厂长期合作，这个调薪谁都挑不出毛病。一切都值了，苦没白吃，委屈没白受。回来了，今儿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太好了，我上周还跟中介打听呢，咱们看中的那套1楼带小院的房子，
房东说这几天就等咱们回话了。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挤那个漏雨的小平房了，孩子放学也能有个向阳的书桌写作业，连你养的那些月季花也能搬到院子里，好好晒太阳。秀兰，你涨工资了，我媳妇儿真能干。我涨工资了，马上就能攒够钱买下市里那套房了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家了。不好，红烧肉要糊了。搬进新房那天是个晴天，阳光明媚，洁白光滑，没有油污，没有铁鞋，真好。这窗台能摆一盆花，以前那屋连个放花盆的地方都没有。别看了，风大，小心着凉。沈师傅，车间见，今儿有新任务。知道了，我收拾好就过去，你先把图纸和亮锯提前准备好。日子继续往前，我在车间里依然是那个高级技术骨干。这倒角的关键不在速度，在手稳，心服了，刀就飘。沈师傅，这个步骤我还没弄懂。来，我再讲一遍，只要你想学，我就一直教你，直到你学会。我想学会，我一定认真学。规矩是死的，手艺是活的。只要你真心想学，肯下苦功，师傅多花点时间不算什么。当年我师傅也是这么带我的，好徒弟值得师傅多花功夫，踏实钻研方能学好本事。咱们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周小雨在仓库也干出了名堂，他管理的账目清清楚楚，进出库从没出过差错，账本被劳资科当成样本。周小雨同志，年底盘点，一个人核对3000多条记录，零失误，提前2天完成，工作踏实，账目清晰，值得大家学习。秀兰姐，我被评为先进了，这糖给您尝尝。甜的，你自己挣的，比啥都甜。是啊，这是我自己靠双手挣出来的糖，比什么都甜。又过了半年，周小雨在库管岗位上考上了会计证。小雨，别太累了，身体要紧。妈，我不累，这是我自己的路，我得自己走稳了。以前我总想走捷径，现在才知道，踏实才是最短的路。另一边，我被评为厂里的首席技师，照片挂进了厂区宣传栏。秀兰，地方行业协会牵头办了个省技能大赛，厂里第一个就想到你了。这是报名表，你去给咱们厂争个光回来。我一定给厂里争光，您放心。省技能大赛那天，我代表安源厂出战。误差不多到0.005毫米，这手艺全国找不出几个。现在公布本次省技能大赛车光组最终成绩。接下来我宣布，车工组的1等奖就是安远机械厂沈秀兰，有请沈秀兰上场。秀兰姐，你是咱们厂子的荣耀，你是我们永远的师傅。谢谢厂子培养，这奖我替全厂老师傅们领的。多年后，安远机械厂的老厂区改造成了工业博物馆，机器都擦得锃亮。我作为退休技师代表被请回来剪彩。沈奶奶，我妈妈说您是她的恩人，没有您就没有她今天。秀兰姐，我现在是厂里的财务主管了，
没有您当年的那一刻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您教会我的不是技术，是做人。路是你自己走的，我不过是告诉你，规矩该怎么用，心该怎么放。秀兰，当年是我们对不住你，现在小雨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外孙女儿也考上了大学，我这心总算放下了，都过去了。咱们这代人把路铺好，下一代才能走得更稳，这就够了。